从今天的眼光来复盘乌军去年反攻赫尔松的战略，就能清楚地发现，乌军主要成功的方面，并不是前线进攻有多猛，而是成功摧毁了俄军在第聂伯河的后勤补给线，使得这场行动成功。而乌军在6月初开启的反攻行动，只是在扎波罗热向南部施压，至今没有发动猛烈攻势，不由得让人觉得乌军是想重现去年反攻赫尔松的战术，打击俄军后勤和反攻行动同时进行。而且对于现在的乌军来说，切断俄军后勤甚至比前线反攻更加重要，因为乌军可以利用战机在远离俄军防空系统射程外发射暴风影巡航导弹，来完成打击俄军后勤的任务。前段时间，乌军利用远程火力袭击了连接赫尔松与克里米亚的琼哈尔大桥，使其丧失了运输能力。乌军南部作战司令部表示，我们的行动是在摧毁俄军的计划，并非为了摧毁基础设施。要知道，位于克里米亚的军事和民用交通有 70% 都要经过受损的桥梁。从这里就能发现，乌军近段时间对俄军的打击都是在摧毁俄罗斯补给基地和重要交通线，包括亚基米夫卡的铁路桥、帕蒂扎尼的火车站、雷科维的仓库、亨尼切斯克的基地、横跨琼加尔海峡的桥，以及重要后勤枢纽里科夫。仅仅数天时间，乌军就摧毁俄军7个弹药库、12个基地和指挥所等设施。当然，这些袭击还不至于完全摧毁俄军后勤，但也导致俄军自战科伊到梅利托波尔的补给线路增加了1倍之多。更长的补给线也会为乌军游击队提供更多的袭击机会，势必造成前线俄军在战略上的退。当然，这种影响需要一段时间来显现。可以明确地说，乌军在前线保持高压攻势，通过不断打击俄军后方补给线的方式，让俄军陷入不可为的状态。俄军部署的10几万兵力，一旦出现缺少弹药武器的情况，除了撤退以外，就没有其他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乌军高强度袭击俄军补给线，能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火力军觉得非常难。成功的要素在于乌军精确打击武器的数量。由于桥梁远离前线，想要炸毁关键桥梁，乌军只能利用暴风影巡航导弹，就算英法给了不少枚，但也架不住持续使。其次就是需要对铁路线持续破坏，需要威力更大、更便宜的炸弹，比如陆射小直径滑翔炸弹或者弹道导弹。最费力的方法就是出动游击队进行破坏了，只是效率有点。如果美国能提供陆军战术弹道导弹，那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了。最后就是通过远距离布雷阻止俄军的补给，这是对一线俄军的围困手段。通过火箭炮系统远程布雷来增加俄军补给的难度，所以西方国家在援助上应该瞄准这几个方向才可以：援助暴风影同级别的隐身巡航导弹，援助 F-16 同级别的战斗机，又或是援助地对地战术导弹等。除了乌克兰战场上俄军目标，就连俄本土都没有逃过。在本月初，俄罗斯南部边疆地区发生大爆炸，位于克拉斯达诺尔的军用机场遭到导弹袭击，爆炸区域出现了一个大坑。当然，俄罗斯国防部给出的消息从来都是没啥损失，但在座的各位都清楚，这早就是俄罗斯国防部的固定回复了。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位于亚速海海岸，通过科赤大桥与克里米亚相接，这里是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的桥头堡，驻扎着空天军突击航空，还装备了伊朗自杀式无人机，距离前线不到300公里，正好处于暴风影巡航导弹的打击范围。同时，莫斯科地区的军事设施同样遭受了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军出动了飞行高度200米的小型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并且造成了民众房屋受损。莫斯科多次遇袭，也让民众感到完全没有安全感。从6月7日夜间开始，乌军发动了反攻行动，每天都在战线多个方向保持低强度的攻势作战。成果虽然不多，但每天都能有所突破。目前，乌军仍然在3个方向上维持攻势，并在巴赫穆特地区夺取战略主动权。驻扎在扎波罗热西部地区的乌军也展开了反攻，在扎波罗热与顿涅茨克之间的地区连续进攻。但截止目前，乌克兰仍在隐藏真正的主攻方向，令俄军始终担忧顾此失彼，有些疲于应付，始终无法阻止乌军攻势。俄军在兵力仍旧占优的情况下，似乎没有还手之力。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将军表示，尽管缺乏必要的装备资源，但乌军仍然向东部和南部地区推进，并在战斗中继续利用西方援助的装甲车与坦克来突破俄军防线。同时也呼吁西方国家，乌克兰现在缺少战斗机，难以夺取空中优势，
在月初，美国为了弥补乌军在反攻行动中的装甲车辆损失，宣布提供新一轮的军援，包括装甲车辆和各类武器弹药。目前，美国向乌克兰已经提供了154辆布莱德利步兵战车，配备25毫米电炮与托式反坦克导弹，还援助了125辆史崔克步兵战车，配备30毫米电炮或40毫米榴弹发射器。另外还有300辆 M113 装甲运兵车、250辆 M117 装甲运兵车，以及500余辆防地雷战术车辆。这些都是乌军突击俄军战壕所需要的必要装备，同时也确保了乌军的持续反攻能力。相比之下，曾经号称钢铁洪流的俄军装甲部队已经失去了踪影。如今的俄罗斯已经将90%的兵力用于对乌作战，在400多天的鏖战中，俄军许多作战部队早已疲惫不堪。面对乌军采取的声东击西战术，俄军只能选择集中兵力主动出击，试图将乌军引到斯瓦托、克里米亚、巴赫穆特地区，减轻扎波罗热河、赫尔松的压力。俄罗斯集中18万兵力，准备死守斯瓦托、克里米亚、巴赫穆特地区，伺机对乌军反攻进攻。其中12万人集中在斯瓦托、克里米亚方向，伺机向库皮扬斯克、莱曼方向发动进攻。巴赫穆特地区集中5万人，准备死守巴赫穆特。瓦格纳兵变带来的冲击，恐怕令俄军在战场上更加捉襟见肘。在乌军反攻的这1个月内，俄军战报宣称多次打退乌军进攻，并进行了局部反攻。最开始的时候还多次宣传击毁了乌军装备的西方坦克与装甲车，但近段时间类似的宣传消息已经少了许多。至于乌克兰这边，至今都没有出动主力作战部队，而是稳扎稳打，选择出动多个小分队，一边向前推进，一边进行大规模排雷。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题透露，乌军正在穿越困难的雷区，推进速度从每天500米已经提升到每天2000米。这场反攻行动可能会持续10周以上，并且是一场漫长且代价高昂的行动。在今年上半年，俄军在乌东地区不断展开攻势，新征召的兵力几乎都投入到战场，希望能消耗乌军有限的力量。然而事与愿违，乌军凭借着顽强抵抗，让俄军付出了巨大代价，却只占领了微不足道的土地。尽管如此，俄军仍是维持攻势，希望能牵制乌军行动。俄军装备继续遭受损失，无法及时得到补充，非但没有达到消耗乌军的目的，反而消耗了自己。在双方激烈的拉锯战中，前线战壕应该会反复得手，但类似的情况好像并未发生，更多是乌军每天都在向前推进，推进的距离只受到乌克兰反攻力量的投入、排雷的速度以及俄军防守强度。在第聂伯河大坝被炸后，下游河道变换，乌军从赫尔松发动的反攻受阻，但仍旧选择出动小分队乘坐游艇来对俄军进行骚扰，或者是从炸断桥梁处实施小规模渗透。俄军不得不出动部队应战，甚至还利用导弹又炸了一次坍塌的大桥，防止乌军小分队的袭扰。俄军明知道乌克兰迟早要反攻，但似乎并没有做好应对准备，无法阻止多个进攻方向上的反击，只能不断调动部队向前线增援。俄军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数量已经大量缩水，但俄军前线指挥部并没有下令将现有装甲车辆集中使用。按照正常逻辑来说，面对乌军这种战术，俄军预备队应该组建一支具备反攻反击能力的机动装甲部队，以便迅速驰援前线。因为乌军在突破防线后，短时间内无法构筑强化的阵地，如果这时候遭到俄军机动装甲部队的强力反击，就可以让乌军暂时退却。俄军之所以没那么做，可能是因为牵涉到不同单位之间的重组。目前俄军正在克里米亚重新布置防线，可能是做了最坏打算。一旦乌军从南部突破，俄军可能会向克里米亚退守。俄罗斯能够维持接下来的消耗战，大概率在俄军内部都有怀疑。一旦乌克兰前锋部队跨过俄军部署的大片雷区，乌克兰主力部队就可能迅速突进，对局部的俄军防线后方或侧翼形成包围之势。主攻方向可能是南部，也可能是东部，还可能是东部与南部的结合之处。所以目前战场看起来，俄军只有招架之功，但没有还手之力。乌军低强度的攻势可能会持续到秋季。如果克里姆林宫再发生大动荡，不排除前线俄军溃败，从而导致更大的变局。要知道，在战场外围还有摩拳擦掌的北约呢。北约这个军事组织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小事吵吵闹闹，大事一致对外。尤其是面对乌克兰战场，
但从北约各项战争准备情况来说，直接介入俄乌并不是一个必然结果，而是北约正在准备的一个重要选项。随着这个选项不断成熟，乌克兰战场的战局也将受到巨大影响。从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北约就采取了一套非常系统的方式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比如持续强化东欧的军事部署，以联合编组的方式将各国兵力组成大规模作战力量，协调盟国内部的军工生产计划，然后又进行大量军演，来验证以上准备措施的进展。通过不断的部署、演习、调整、再部署的方式来完成直接介入的必要准备。与争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联合军演的频率与规模不断升级。就在刚刚过去的6月份，北约联合作战规模达到了新高度。5月29日到6月9日举行了军刀卫士演习，11个北约国家的陆军参与，人数超过24000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参与的美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美国本土的国民警卫队，他们的出现显然是为了验证美军突击性大规模增兵欧洲的可行性。在6月4日，北约又开始了波罗的海行动演习，20个国家参与其中。美国最新型的福特号航母也在北大西洋进行了首次作战演习，2个海上演习的多个科目都进行了联动。这2个演习海域也是冷战之后北约对苏俄进行封锁作战的预设战场。在6月11日到23日，北约又举行了冷战结束后规模最大的空军演习，代号空中卫士2023。25个北约国家参与演习，出动了250余架飞机。演习构想为北约盟国遭到他国攻击，北约各国空中力量向波罗的海前线各基地集结，并组织争夺制空权、防空反导与战略空运等多种演练。除此之外，北约还在6月份举行了索顿2023网络战演习以及联合通讯演习。通过北约在6月份的这一系列演习，可以清楚地看到北约军事介入准备的情况。这些演习的威慑效果其实平平无奇，但检验作战部署流程的成分却非常高，而这些就是北约准备直接介入的最好证明。直接介入，估计这场战争就结束了，只是不知道北约的内部声音什么时候能统一。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下期影片再见。